同学你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知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拍摄方向的第4种基本的角度，我们来讲背面角度的这样的运用。所谓的背面角度呢，一般是指摄影机或照相机在被摄对象的背后进行拍摄这样的角度属于背面角度。背面角度呢和前面我们讲过的正面角度、侧面角度、斜侧面角度比起来呢，相对来讲它的运用的数量要少一些。那么这种角度呢拍的画面呢往往也会比较有特点。那么背面角度的第一个特点，它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比较含蓄的这样的特点，它会给观众留下比较大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因为毕竟从事物的背后去拍，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正面，看不到它的一些这样的细节很多东西呢需要我们去联想、去想象去补足这个画面当中没有呈现的部分，所以它会显得比较含蓄，留下比较大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许多文艺创作都曾经会运用到背面角度的这个特点。比方说文学创作，我们就知道在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写到这个背影的事物的背影的这样的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朱自清先生的那篇写他父亲的背影的那篇文章。说到背面角度的这个含蓄的特点，我们来给大家看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大家可以看到拍的是阿富汗的一些妇女在集市当中呢在买鞋。从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背影以及这个所卖的这些商品，这些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鞋的当中比较醒目的，大家可以看到阿迪达斯这样的牌子。所以这个画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可以有多种读解一种读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发达的现代的西方的物质文明对93年还处于塔利班政权控制时期的比较蒙昧的阿富汗妇女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当然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读解的，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比较封闭的、比较讲究传统文化的一个国度也受到了西方的现代的所谓的商业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当然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年的阿富汗妇女他们按照他们的当地的这种这个法律或者是这种风俗的这样的要求要把自己裹起来穿上这种大头套。而画面当中这个年幼的这个小姑娘还相对来讲可以保持比较自由的状态由此也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随着人类的成长随着人们的长大这种被所谓的文明这种异化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背面角度呢，还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强烈的这种参与感和伴随感摄影机从被摄对象的背后来拍摄影机能够看到的事物我们在观众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容易看到然后呢，摄影机随着被摄对象呢一起去运动观众呢也仿佛在随着被摄对象一起去运动在影视的纪实摄影的拍摄过程当中比较会常用的一种方法叫做跟拍法。这种跟拍法呢，就是比较好的发挥了背面角度这种具有这个参与感、伴随感这样的一种特点这样一种特点。我们来看这幅画面，这幅画面呢拍的是威尔士乡间的这样的道路两个人驾着车在威尔士乡间的道路上呢快速的奔驰。那么在这张画面当中，从他俩的背后去拍摄，那么摄影师在这个车上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呢，仿佛我们也在这个车上，我们在随着他们随着这辆车在这个小路上，在这个乡间公路上向前飞奔。那我们会有很强的这种参与感和伴随感。那么背面角度还有一个特点它会有一种借实写意的这样的一种效果。什么叫借实写意呢？就是它给我们看到的是被摄对象的具象的背影，但是它想表达的往往却是一种画外之意画外之意，不仅仅只是一个写实的效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叫做工地速写那么是几个刷漆的工人然后在这个往上张望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刷漆的工人身上会有很多涂料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是觉得这个
是一种丧乱差的代表啊。但是这个摄影画面，摄影师做的比较好的是，他把这些刷漆的工人拍成了绘画的画师，他们用的这个建筑的涂料呢，现在在画面当中也成了绘画的颜料一样啊。整个画面出现了一个蓝色的这样的色彩的基调，在这个色彩基调当中呢，3个橙红色的安全帽成为3个跳跃的对比的这样的色彩的点啊，所以这样的画面，有色彩的作用，有角度的作用啊，让我们把这样一个劳动的普通的场景看到了它其中富有诗意的那样一个方面。那么背面角度呢，当然还有一个作用啊，背面角度会有比较强烈的悬念的效果啊。我们从一个事物的背后去看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正面啊，我们会根据我们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它的正面的情况呢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判断，做一个猜测啊。那么当事物的正面呈现出来的时候啊，转过来呈现给我们的时候，如果它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猜测的不一样，它就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戏剧化的冲突感啊。那么这种方法啊，背面角度的这个特点，在一些影视剧的类型片的拍摄过程当中啊，是被经常用到的啊。比方说悬疑片啊，比方说这种神鬼片啊，经常还是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背面角度拍摄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这被摄对象的姿态和轮廓是否具有表现力啊，因为从背后去拍的时候，被摄对象的正面看不到，细节看不到，拍人的话呢，表情看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主题的表现只能通过被摄对象的体态、姿态啊，所以这个姿态本身它的表现力如何就会显得很重要，不是说只要从背后拍画面就一定能够成功的。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的题目呢叫做审慎的步伐啊，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叫60年代的诞生。我们通过画面2个人的背影，他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我们可以判断这2个人心情如何。那么大家看了以后一定会觉得2个人的心情比较沉重啊，因为正常的人低着头背着手踱着步啊，那么往往是因为心里有心事啊，在思考什么事情啊，所以可以看到2个人的心情啊比较的沉重。那么这个画面里边其实拍的是啊这个当年的美国的2位总统啊，一位是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啊，另外画面右侧啊，画面的左侧这一位呢，就是当年啊艾森豪威尔后任的续任的总统肯尼迪。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国面临一定的内外的这样的困局啊，国内有经济危机啊，国外呢有苏联的强大的竞争。那么肯尼迪向前任艾森豪威尔请教治国方略，2个人一边走一边商谈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被一个摄影记者给拍下来。通过2个人的体态，我们可以看到2个人的这种沉重的这样的心情。那么当然呢，这幅画面啊，我们去查它的原始资料也会发现，这张画面也是经过后期的简化处理过的这样一个作品啊，它的原片啊，其实取景范围呢比这个画面还是要大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侧的这个房子啊，就是他们的别墅当中的这样一个小房屋啊，在原片当中是存在的啊。那么到了后期，这个摄影者呢把它给裁掉了啊，房子裁掉了，只剩下这个路和2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呢，画面当中会显得比较的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这样2个人的身上。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背面角度。背面角度呢，首先它会给人带来比较含蓄的这样的特点啊，给观众留下比较大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啊。第二呢，背面角度可以给观众带来比较强烈的参与感和伴随感，在纪实摄影当中经常会利用这个角度进行跟拍啊。第3个方面，背面角度具有比较强烈的悬念的效果啊。第4一点，背面角度往往具有一种借实写意的特点啊。第5一点，从背面角度拍摄的时候，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被摄对象的姿态和轮廓的提炼和把握。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